好，欢迎各位莅临台北体育馆参加登峰造极啦啦队全国锦标赛的开幕典礼。很高兴能再度携手台北市政府、台北市体育总会啦啦队协会以及中华民国台湾竞技啦啦队协会，一同举办青春洋溢的啦啦队锦标赛。本会与啦啦队协会皆致力于举办相关的体育赛事，在推广运动之余，更能让选手们有大显身手的舞台。啦啦队是一项团队的运动，除了精湛的舞技，更重要的是彼此间情同手足般的默契。所谓台上10分钟，台下10年功，每一位运动员的背后都有数不清的练习和不懈的努力。在为各位介绍与会的贵宾之前，我想先谢谢各位媒体先进的莅临。那接下来我要为各位介绍与会的贵宾。首先，台北市体育总会啦啦队协会汪志斌理事长，中华民国台湾竞技啦啦队协会张玉泉理事长，台北市体育总会陈瑜之专任经理助理，台北市体育局蔡平林副局长，中华民国篮球协会李义忠高级顾问，新复发陈彦博执行长，中华文化教育暨体育交流促进会李树令理事长，北美体育产业协会马明会长，还有以及综合高中的家长会。那接下来我们有请汪志斌理事长致辞。谢谢。首先呢，我们中华竞技啦啦队的理事长张理事长，还有我们指导单位我们体育局台北市政府体育局的蔡副局长，还有我们的协会的李理事长，还有在场在座的我们各位贵宾以及赞助单位冠名赞助单位的新复发，以前也是我的同事彦博。以及我们在场的各位辛苦的裁判、媒体的朋友，以及现场表演的团体、比赛的团体，以及在场的各位观众，大家午安，大家好。我们啦啦队参加跟我们篮球队结合，今年是第2年。去年第1年结合的时候呢，我个人感觉到篮球跟啦啦队确实是一个完美的一个搭配。那今年呢，我们再度的来参加这样子的一个盛会，我想仅代表我们啦啦队所有的成员，同时呢还有所有的我们的选手。在这边感谢我们主办单位跟我们一起来发想，能够有这么好的一个场合，这么好的一个比赛的机会。那在这里我要祝福我们所有的表演团体也好，我们的比赛的选手都能够有完美的演出。在此呢，也谢谢所有在场的各位观众朋友，有你们的掌声，他们才会有更好的表演。再一次的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汪志斌理事长。接下来我们有请张玉泉理事长为我们致辞。我们主办单位台北市体育总会啦啦队协会汪理事长，还有我们的台北体育局蔡副局长，还有我们中华文化暨体育教育协会李理事长，还有新复发的执行长，还有各位
支持我们这项活动的所有的媒体朋友们、裁判、工作人员，还有我们辛苦的队员、篮球队员，大家午安，大家好。那非常高兴能够代表中华拉协来到我们台北体育馆，那跟我们台北市体育总会啦啦队协会合办我们的登峰造极全国啦啦队锦标赛。那这个比赛呢，我们非常荣幸可以跟我们篮球赛会一起做结合。那也透过篮球的这项运动，我们全台湾最多人参与、最多人观赏的最热门的运动，可以衬托我们啦啦队运动在团体运动中的价值。那也希望我们的啦啦队员能够奋力的、能够积极的为我们的球员加油打气，让我们的球友更好的表现。那今天呢，非常高兴，我们2024新复发登峰造极青年篮球邀请赛跟我们的全国拉锦赛可以结合在一起。那我想，再一次能够代表我们主办单位，能够欢迎各位来到现场。那也祝福各位今天能够有很好的比赛可以观赏，也祝我们的球队有很好的发挥他们的实力。那最后呢，要祝福各位朋友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谢谢。谢谢理事长。好，最后有请我们促进会的大家长李树立理事长为我们致辞。我们汪理事长、张理事长、蔡副局长还有我们贵宾，今天在场的我们有篮球员，也有我们综合高中家长会也有很多的热心的喜欢篮球的观众我想说，我们这个登峰造极这个全国的篮球比赛，青年篮球邀请赛今年是一个国际赛。事实上说，我们中华文化教育和体育促进会我们成立已经11年了。我们前3年是办这个两岸交流的这个海峡杯，办了3年，但是碰到 COVID-19 的疫情，我们停了2年，但只好转型变成说登峰造极的这个比赛我们又办了4年。那我们很感谢新复发这个燕博执行长，他们在后面3年给我们大力的支持让我们能够有更充裕的经费来办篮球赛，所以我们也办了3年到第4年的这个排球赛，也就是2大球，篮球和排球，我们都努力在办可以说我们这个会惨淡经营，但是经由企业界、经由体育界各种多方面的这好朋友给我们支持以后让我们能够有信心把这个比赛办好。那去年开始，啦啦队又跟我们在结合，今年更好，我们找的是我们国手来做表演。他们本来要去曼谷参加世界青年的这个室内的啦啦队比赛所以他们的水准一定更高。他们来表演，让我们啦啦队更好。我想说，也趁这个机会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啦啦队其实是有竞技啦啦和舞蹈啦啦，就是啦啦舞甚至也有街头的这个街舞的表演。那他们是用结合特技、体操、舞蹈还有队形他们的服装、音乐来做各种的一个表演，各种比赛。因为他们那个队形的这个站起来他们的服装都是有经过特殊的设计，所以非常好。如果我刚才在跟汪理事长和张理事长报告如果我们找到足够的钱这个明年我们来办，要靠蔡副局长这个体育局要给我们大力支持这样子的话，我们找到足够的钱，我们明年我们中华文化教育体育这个交流促进会可以来办我们正式的啦啦队比赛，而不是只有一个表演赛要我们共同来努力，让我们除了2大球之外，我们还要再办啦啦队的比赛。在这边要感谢我们各界给本会的给我们促进会多年来的支持、协助、出钱出力，也感谢协助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不管是篮球也好、排球也好、啦啦队也好，我们在这边致上最诚挚的谢意，让我们能够一年比一年办得更好，让我们共同携手并进来往前成长。祝大家，谢谢。
好，谢谢理事长的致辞。那接下来要由我们啦啦队的国家代表队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好，掌声欢迎我们中华白队啦啦队，我们带来精彩的开场表演。那个我要讲。Let's go. We're coming for the gold. Hands up, coming for the gold. Get started from the low. There's no way that you can question me. We got claws, there ain't trust. It's gotta be. Listen when you hear the roar. We came to settle the score. It's a team you can't ignore. This is what you came here for.再次给中华白队啦啦队，给他们掌声鼓励，谢谢谢谢我们带来精彩的开场表演。那我们请我们啦啦队留步，那我们请我们台上与会的贵宾移动您的脚步，我们到台中间一起合影。那我们也发现我们的篮球博士郑志龙先生隐藏在我们的观众席，请他起立为我们一起挥挥手。那个篮球博士，请一起到舞台跟我们一起合影。好，我们先往前。好，来 ，OK， 来，我们啦啦队以及我们长官来宾们，那我们来看向前面，来比一个赞，登峰造极，赞不赞？好，好 ，OK， 谢谢，这次谢谢我们现场的所有来宾，以及谢谢我们中华白队啦啦队。我们中华白队啦啦队其实是我们辅仁大学的啦啦队。再次谢谢我们辅大的啦啦队。好，那我们请稍微帮我竞速撤场。东德高中以及松山高中的球员最后热身2分钟后开始介绍球员。他们说什么年纪忘什么 CBO， 玩了那么久，只有1、2个听众，笑死，别挂在嘴边说，让我奋力的继续打造我的传奇的曾经。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一同透过镜头来欣赏在台北市立体育馆4楼所举行的2024年新复发登峰造极青年篮球邀请赛。今天是9月29日，为大家带来的比赛是高中男生组的季军战，而这场季军战将是由松山高中要对上的是东泰高中的比赛。我是本场比赛主播廖少辅，本场比赛邀请到的是李路珍教练以及全体的辛苦转播同仁们，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转播服务。教练好，少辅你好。好的，那么在今天在赛前其实也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哦，就是我们在今天的高中男生组的正式比赛之前呢，还有一个今年度竞技啦啦队的登峰造极全国竞技啦啦队的开幕仪式。那竞技啦啦队已经是办到第2年了，那这刚刚理事长也有特别许下宏愿，说希望有更多的这个赞助商能加入我们，然后加入到登峰造极的比赛之中。那未来明年也许如果资金足够，我们就也会有一个登峰造极全国啦啦队锦标赛的完整赛事。哇，这也是让人非常期待，因为竞技啦啦队从去年开始和篮球赛做一个结合算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在中场休息时间来进行表演比赛，然后也让更多竞技啦啦队的选手也有一个参与的舞台。那么这场比赛今天高中男生组的赛事，东泰高中对上松山高中，2支队伍要来争夺在这一次比赛的季军。画面上看到的就是穿着黄色球衣的东泰高中。东泰高中在前一场比赛，昨天的赛事输给了南山高中68比63。在那场比赛，主力的得分手邱继阳拿下19分，那另外罗雄威抓下11个篮板球。但昨天的比赛里面比较可惜的2件事情呢，第一个就是他们的外线命中率发挥的并不是太理想，28投仅仅只有中6%，21%的命中率。那在罚球的部分呢，更是有一点点凄惨，13投仅中3了。所以在罚球上面，理论上应该要拿到更多分数，尤其是他们那场比赛只有15分。如果罚球能发挥正常一点的话，也许很接近。对，也许是不知道是谁了。没错。但是在这次的比赛里面，毕竟登峰造极它就是一个有点类似季前赛的一个感觉啦，所以在新赛季里面 ，HBL 的赛季里面，他们要赶快修正这个问题尤其是投射的部分。而且我们前几场也有讲到，松山高中好像罚球命中率也没有到这么高的地步。没错。那么在松山高中的部分呢，则是昨天败给了光复高中昨天在光复高中的比赛里面呢，是68比64，也是4分之差吞败。那在那场比赛呢，查杰也是个人独得30分，那刘承恩拿下11分。比较可惜的地方就在于说，全队也大概就只有这2名选手有办法拿到分数。查理拿到的分数是个位数分数，只有这2名选手是得分有办法上双。那面对到对手光复高中当然是非常强悍，所以因此败下阵来。但可以看得出来啦，其实松山高中昨天从查杰的表现就知道，其实真的是累了，他是真的累了。而且今天那个潘彦明好像有伤，而且没有报到名字对，潘彦明今天是休息的，并没有登录在名单当中。好，来看一下这场比赛的先发阵容。在东泰高中排出来的先发5人阵容：林敬瑞、罗雄威、高枕、邱继阳以及纪武国俊。纪武国俊在昨天的比赛也投进了3分球，算是手感相对比较好的选手。那松山高中派出来的先发5人分别是叶秀正、查理、刘承恩、赖俊义以及刘庭宽，也算是有稍微调整一下让查杰从板凳出发。查杰今天还是有登录的。我觉得目前现在的比赛来讲我们就是培养后面的板凳深度慢慢的来迎接在 HBL 的准备赛里面。没错，这场比赛即将要开始，获胜的队伍将会获得今年2024新复发登峰造极青年篮球邀请赛的季军。画面上看到的就是这一次被受封为绿色神偷的刘承恩，昨天也有非常多抄截的一个记录，场均抄截。在昨天的比赛之后呢，有一点点下滑，但是还是有5.8次的抄截，基本盘还是有维持在5次以上。没错。比赛正式的开始，第一波球权松山高中。
顶开，打得很硬，分出来，这个传球的感觉起来好像有一点点软，但还好，还是在松山的手上，中距离跳投没有，拨一下拨出来，东泰这边又要打得很快了，飞身上篮得分，这个跑的速度很快啊，林敬瑞为东泰高中先持得点。而且东泰高中一开始就有一个人就开始紧盯着刘承恩但是这边马上来回进了一个得分，查理摆进2分。这边东泰确实是把节奏打得很快，而且这一次的得分很轻松。邱继阳杀到中路地带、心脏地带里面，发现没有人守，就单手一个抛投。刘承恩，刘廷宽切入，空中一个对抗，哇，这球漂亮。对。刘廷宽这一次是算是他一个力量的展现，而且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松山的阵容除了刘承恩的攻击欲望是比较强的以外你说查理，甚至于叶秀正，还有游廷宽跟赖俊逸，基本上都是算苦攻型球员而且感觉起来在投射上面的能力，这一组阵容上相对比较弱一点。对，也不能说他比较弱，就是他的欲望没有那么强。我这边差点发生失误，查理，左边转身，叶秀正，哇，还是展现出他这种尽量电池的打法，力量很充足啊。哇，这边马上也是再拿到2分，两队开赛的命中率都还不错。对，而且两队对于进攻的欲望基本上都很强刘承恩来到篮下以后，绕过罗雄威，可能打到最后一天了。目前看起来在防守的强度上，好像没有把他拉上来。比一下，往右边带分出来，急停的跳投，弹了一下弹出来，在篮下的真抢球，是有哨音出现。再来看一下刚刚刘承恩这一球，面对到压上来防守的罗雄威，做一个变向，就成功的避过了。而且他很知道自己的优势点在哪里。刘承元，哎呀，叶秀正还在指挥啊！我觉得这就是沟通的问题。一个还在指挥，一个觉得我应该可以给你，因为毕竟是2个人来守到了刘承恩。这比较可惜了。哇！这边又马上发生失误，哦哟，差点是可以灌篮诶。对。这边打得很快，传到外围外线的出手，差一点点。救国军要拥有这样子的投篮信心。比一下，再往前切入，分出来，再给了，哎呀，篮下3秒违例。你不投，我不投，大家都不要投了。再来看一下，刚刚叶秀正的这一球，应该很想要换的。对，差一点点，基本上他的高度够了。在空中的一个接力是要到犯规了。在开赛，东泰高中已经是团队犯规2次的状态。刘廷宽第一罚力道轻了，感觉他今天蛮兴奋。所有的进攻欲望真的很强，而且是直接在做碰撞上的快的上篮都是比较强势的。但2次的投篮都是力道轻了。我想两边都应该要注意罚球的命中率这边接到以后完全禁区放空的情况下摆进2分，调整的2分，来了，又是切到禁区，哇，找不到空间传出来，反而是在真抢球的情况下出了界外。
我觉得松山高中目前在自己的失误的掌握性哦，还要再积极一点，因为毕竟你看现在才比赛打了3分多钟哦。如果我没有记错，他目前已经失误4次了，而且失误的点都是太过于急躁哦。对，切进来再分到外围，中距离一个小抛投，其实打得很成熟哦，这个动作。对，比较可惜。转身，停，再往后退，重新要来组织这一波进攻时间还有大概10秒钟，其实是很充裕的。叶修正45度角外线的出手拉高弧度，可惜没有。罗雄威给他高整，再塞进去，罗雄威再进去，没摆进。这边底角有空档的机会，外线的出手，林敬瑞3分球距。这几天其实注意到，包含到罗雄威在罚球上面的命中率是非常的低啊。昨天是如果没记错是6罚都没进哦。那在篮下放篮的手感上，好像也都还有待加强。对。我觉得东泰这个超球，如果像我们前几天看到北一的那个洪玉珍，是用双手类似抛球的那个位置，也许会是比较漂亮。有点像打排球的那种方式，用2只手去控制，至少抄到球之后，它的球点的位置对会是比较好。对，这一次的切入也是要到犯规了。刘承恩要站上罚球线，而且东泰高中目前团队已经来到了3次了，比赛还有5分多钟，这也是第一节才走一半而已，必须要注意的地方。依法有。东泰高中目前今天在开赛的防守，看起来在防守端选手比较像是去追着松山高中的选手跑。不是像前几天，不管南山人跟光复是直接做强势的动作。对，没错。左边再往右，高正外线拔起来，直接投，力道轻了。松山高中抓下篮板球，这球随手一抛，查理再把球拨回来，竟然救回来了。看篮下的位置，背后传球好球，可惜没有摆进。第2拍自己再富有了，这是查理的2分球。查理他在最后一天的比赛依旧展现出他的拼劲。哇，这边是踩线为例啊。那这个时候场边有暂停出现，双方的比分是13比11，松山高中暂时2分领先。在开赛哦，两队算是你来我往，双方的命中率都还不错，但是目前为止是由松山高中暂时的2分领先。今天是季军战哦，只能说今天一路比到今天的各位选手们都辛苦了，打到连战打到最后一天的赛程。那也必须称赞这些高中生哦，其实体能真的很好，连续的比赛强度都很高。打到最后一天都还是拥有一定程度的这种体力损耗的情况下，还是能拿出高强度的对决。对，而且我觉得他就是把它当成像HBL 的8强赛一样哦，连打哦。对，而且每一场都很重要，每一场的强度都是非常的强。
暂停过后是松山高中很快速的打进了2分哦。权益在边线要来发球，17秒钟。权益的速度还是很快，哎，怎么没有人防？外线直接拔起来投，但可惜这球是一个 air ball。权益顿了一下，说：“哎，怎么没有人守上来？”对，高定国柱教练也傻。可是反观今天邱继阳，感觉就是一直在做助攻，一直在做切入传导的位置哦。没错，不像前几天的攻击的欲望这么的强。对，邱继阳今天在开赛的时候，目前为止存在感会比较没有那么强，但是在昨天他也有担任起这个得分哦的中继点，经过他的球，然后来拿到分数，这边点掉。对。林金瑞速度还是很快，左手的上篮得分。感觉林俊瑞是打自己身体的素质跟速度感。那反观邱继阳这边，就是好像一直，我现在先把助攻做好比较重要。对，稍微保留一点体力。往前压迫，哇哦！这一次在篮板球的接触上面，查理有一点点太靠近对方的身体了。再来看一下刚刚这一球，这是林金瑞的2分。查理的个人第1次犯规，这也只是松山高中在第1节的第1次犯规而已。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一节的犯规控制得很好哦。不然通常我们在前几天的播球，大概他很快在第1节就是已经连续犯满，让准备送对方上罚球线。没错，在前面几天的比赛，松山高中在前2节的犯规比率是非常高的。罗雄威转身，哦呦，这个转身其实不错哎，钻进了2个人缝之间，然后造成李品彦的犯规。李品彦才上来而已，马上被罗雄威要到1次犯规。他这次上海，这次是吹在刘承恩身上。哦。罗雄威罚球状况不理想，来看看有没有办法改一下。哎呀，他的偶像会不会是小 King？ 这样我会不会被打？现在的球迷可能不知道。也是啊。可是我们这个年代就比较明显，骇客战术的由来，哎呀，2罚都没进呢。所以如果他是罚球线的命中率没有这么高的时候，那松山高中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个点？对，对不对？对，没错，这可能会是新的赛季各队针对的点哦。对。他不害怕让罗雄威站上罚球线，因为毕竟他的命中率没有这么的高。歪了。李品彦点回来，这球来到东泰的手上，罗雄威跑起来，跑到前面这一边，纪伯俊给到后面跟进拖车的林敬瑞，被点出界外。我们前几场播球的时候都会发现，如果球员这种快攻，基本上是选择自己上去。对。但是纪武伯俊是选择停下来等到拖车进，可是拖车进来的却是不是高个是矮个。对。对，所以这样的禁区的防守球员已经有2个，对，就会比较不好。这样的选择并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罗雄威单手的一个小抛投，先摆进2分。我这边让查杰很辛苦，勉强的把球传出来，还是过了半场。查杰今天板凳出发，切入到禁区里面挑篮，没有，但第2波进攻篮板还是没摆进。先拉开，查杰在外围切入以后带步急停的跳投，掉到犯规。裁判老师应该有看到。罗雄威个人的第2次犯规，这个时候场边是喊出暂停了，15比15的平手。但这一次暂停过后，查杰要来完成他的2次罚球。那在这段期间，其实东泰高中的犯规次数累积的算是蛮快的。现在是团队4次犯规进入到加罚状态，那他们就必须要注意，在剩下的接近2分钟时间，要尽量避免产生犯规，因为双方现在平局的阶段。
对，而且我不知道上有没有发现，今天的防守的碰撞性的强度没有像前几场来的这么的激烈，对，没错，反而感觉就是你走一步，我跟着你走一步，没有说像前面几场球的就直接上身对，体，就是我直接上身体了，所以整个碰撞性的动作是比较多的。那反观我觉得今天对松山高中来讲，甚至于东泰高中来讲，我觉得是一种不同的思维。对于教练来讲，是一个不同思维的探讨。是如果今天我碰到我不喜欢上身，不能说他不喜欢上身体，因为他只有跟着，而不是采主动性的防守的时候，在球员的设计上来讲，应该要怎么去做会比较好。没错。你的进攻策略应该要跟前面2天面对到防守策略不太一样的队伍要有一点改变。你的进攻模式啊，不能太就以说要靠身体或者是要赖犯规的方式去多要分数。可能也许这样子的防守，对方比较不容易赔上犯规，就要找一点别的方法。第一发没有插接，感觉起来开赛还是有一点点累，还是他一直都表现得很累。我觉得松山高中应该是比较喜欢上身体的球队，因为对于他的碰撞性来讲，他打的会是比较强势性的东西。对。我这边来看一下，朱国俊这球再分到这边，地板球塞进来，罗雄威再分出来，从外围的投射，这球2分球，邱继阳马上跟啦啦队互动一下，没错，塞到底角底线的位置，查杰翻身跳投要打板没有。原本他比较习惯性的前几场习惯性比较得心应手的动作，今天似乎感觉是比较困难一点。这时候松山高中是换人。刘承恩下去休息，然后再做一个体能上的调节。换上的是林奕宽，林一江，塞进来，这是一个好球，查杰的切入吸引到防守的选手。这是我们前几天在说查杰，因为基本上我们都知道他的得分能力非常的好。假使今天他在比较身体状况不是在这么佳的状况下，如果他去做然后制造助攻给他的队友，我觉得这也是他一个很好的改变的方向。没错。直接找篮筐有。陈彦廷投进2分球。那另外在东泰高中刚刚喊出暂停过后，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几波攻势都想要运用到罗雄威的身高优势在禁区要分数。哇！但是这边想要做一点切入，权益把身体压低，反而是受到了防守的干扰，球出了界外。第一节比赛剩下最后不到7秒钟。我觉得罗雄威的1对1的单打不需要吸引到松山高中太多人的去布防，因为毕竟你的外线出来以后就会有邱继阳。哇！好球！查杰在第一节比赛枪响结束之前投进了这一记外线的 buzzer beater， 也帮助松山高中在第一节比赛打完23-17，暂时6分领先。
持续回到这场比赛，画面上看到的就是我们这次主办单位中华文化教育及体育交流促进会的理事长李树林理事长。今天也是在场边刚致辞结束之后留下来继续观赛。第二节比赛开始，邱基阳做一个变向，自己来，马上就要到犯规。邱基阳第二节可能是要来掌握自己的打开自己进攻火力了，马上进到罚球线，对，很聪明的知道啊，吹了，我就要开始做我该做的事情。而且我觉得东泰高中目前来看哦，虽然刚开赛哦，你看他前面只有4个人有得分，那反观松山高中这边基本上哦，只要有开始替换的人进来之后哦，他的得分的火力是一直在持续增加当中。两发中一。要做一个大吃小，但是协防马上过来，但还是让茶杰投进了。我觉得这是茶杰比较习惯的动作，而且是已经让他非常得心应手了。权益继武国军，玄翔，在右势找到邱继阳，中距离跳投有。来了，这边外线也来尝试一记，可惜力道稍微轻了。国球会抓下篮板球，邱继阳先带球过半场，2个人的防守，3个人的防守，先把球分出去。权益，右边可以切哦。不行。哇，最后这边受到防守的干扰，但是这球球权还是在东泰高中手上，进攻时间还有7秒钟。再来看一下刚刚茶杰这一颗后仰的出手，面对到全场最高的防守球员罗雄威尔，还是把幅度拉高，投进2分。而且现在东泰高中是打4个矮1个高的，没错。而且他在4个 motion 里面哦，他只有让罗雄威一直在做三角地带的禁区地带的三角形，一直在做转换，不然就上来做 pick and roll。可是相对的，他进去的位置是比较窄的，所以你根本就找不到相对的空档，尤其在邱继阳这样子的得分后卫上面。我在这个时候场边喊出暂停了，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这场比赛。在第2节比赛可以看得出来，东泰高中已经让邱继阳解放出他的得分的企图心。那就要看看邱继阳在这一节有没有办法帮助球队来追分，因为现在球队是5分的落后。这波球权是在松山高中手上，茶杰转身。罚球线的起跳，还是弹进。
而且茶姐才刚上来，现在就得到8分。我觉得他还是有他的得分能力在哦，然后现在是反观他的队友，也必须要为球队尽一些力量。因为在茶杰当这个得分点位的时候，其实你会注意到，在松山高中的进攻会稍微单调一点点。对，就是我就是看他表演而已。那反观，如果你目前来讲，刘承恩或者是其他的中锋，都是愿意来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对松山高中的之后在打 HBL 的时候，会有更多的武器可用，而不是单纯就只有茶杰或者是刘承恩。这个陆征教练所说到的这个现象，其实是在打南山高中那场比赛最明显。因为在那场比赛呢，除了刘承恩和茶杰之外，查理的得分也是解放出来。在那场比赛，查理的运用非常多的情况下，得分点位多就变得难守。那对于松山高中来说，进攻端就会流畅更多。因为我们都希望点点开花，尤其是在教练的理念里面，就是有里应外合的配合是非常重要。如果有办法点点开花，其实我讲的防守是非常难守。对。那反观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你看东派高中现在除了邱继阳、林敬瑞，可是似乎其他人的分数都是点点。那你说罗雄威，你在身体碰撞，虽然现在高度有，可是没有感觉到他一直在做个人单打的分球或什么，感觉都一直在上来做 pick and roll 挡的位置，可是球也放不进去，好像这个人的存在点只是在上来做 pick and roll。没错，他只是比较偏向是所谓的防守比较多一点啊，单挡 pick and roll， 然后捡子弹，抓篮板，哇，这个切入。对。因为如果你看高整切进去，都已经知道前面有一个松山的高个在守，那我放小球给了罗雄威，这个我觉得这样子的位置是最好的，而不是自己往上去挑战高个哦。这可能也是罗雄威在新的赛季必须要面对到的问题了。这就和去年有这个安德胜的差别就在这，安德胜的禁区能力和他的单打能力就很强。所以他能在帮助东泰高中创造更多进攻的一些模式。对。可是反正感觉罗雄威就是在做苦工。对。可是苦工下，其实他的机会其实也是很多的。双方维持着5分的差距。刘一宽分出来，外围出现空档的机会，要把握住好球。而且陈月宇目前才是高1的学生哦，球员上来就是不惧怕哦。先进去，在空中挺腰打板没有。葛晨又是切到底线。哦。其实他这个球应该是可以送小球送进去给了中锋赖俊逸这边。这时候场边再次喊出暂停了，因为在这几波的攻势看起来东泰打得比较单调，而且有一个关键就是，即便禁区有罗雄威这种一柱擎天但是在刚刚松山高中选择把罗雄威用卡位的方式，不让他拥有比较好就是跳起跳或者是抓篮板的空间的时候，罗雄威在禁区的存在感就变得很薄弱。因为感觉他应该也是不喜欢跟人去碰撞。那你看松山高中的叶秀正，甚至于赖俊逸，然后刘庭宽，他们的身体厚实性，我觉得目前来讲是比罗雄威还要再好，甚至于在进攻或者是防守端的欲望，它是比较强势性的。对，比较不怕碰撞，而且在这段期间，松山高中的命中率其实得手的比率也是比较高，所以因此也让这边东泰也喊个暂停，重新调整一下这一波的进攻模式。在第2节比赛，松山高中的外围有投进1个3分球，2队其实在第2节比赛里面，目前为止对于外围的尝试程度其实都是并不高的。今天比较着重在往禁区里面打，来做一个分一个胜负。这边应该教练也可以稍微提醒到东泰高中的选手要注意的是，松山高中目前也是进入到团队加法状态了。现在目前第2节比赛也仅仅只有
还有6分34秒而已，进行不到一半了。那要有更多的身体接触，才有机会可以站上罚球线。球权在松山的手上。 左边切入，这球守得很到位。对，对的速度很快，外围，哦呦，这一定是犯规了。慢了一点哦，意图很好啦，真的确实意图很好。如果再快一点，就直接阻挡下来，而不是用屁股去先行用屁股去撞。这一顶全一要站上罚球线了。 执法有，两罚都进，我必须要改进昨天比较大的问题，在罚球的命中率上面。今天目前为止第2节比赛才打一半，所命中的罚球就已经比昨天整场还多了。 因为昨天真的有点惨，只中3颗，哇！这一颗球好球，陈建宇，陈燕宇，全一从外围一下背后运球，地板球再给，这样就对了。对，我就说他要利用他的高个子的身材在那里，那我必须基本上一定补嘛。那我矮个子的进攻欲望比较强。 那我利用我自己的身材优势去制造我罗雄威的篮下投篮，我觉得对他的信心会是比较好一点，而不是一直在做 pick and roll， 然后一直在做协防就好。这边又是罗雄，哎呀，可惜。人都会失误，难免会失误，但是这边要来进行一个多线的快攻，自己飞身上来，哎，在后面争抢球有一点肢体接触。 篮板球来到松山高中的手上。哦，小心！第2拍，进攻篮板救回来，这2波打得有点乱。刘成自己拔起来投3分球去。其实他真的打得很聪明，是他知道你上来做 pick and roll， 罗旋会上来补，他一定又会回去。所以那我只是做一个假传的位置而已哦，整个 wide open 的空间出来了，其实他也有3分投射能力去做选择。 单手的抛投找篮筐，柯基阳没有投进。松山高中已经领先到9分了。这叫人单挡掩护，塞进去。这球其实守得还不错，第一时间就马上找到空间，这边马上来做一个攻防转换的快速反击，应该要暂停。这2分白金之后，是松山高中喊出了暂停。在目前第2节比赛，东泰高中团队还没有出现犯规，这是比较难得的状况哦。对，所以表示应该是不太喜欢上身体，我只是在采被动性的，只要阻挡他前面那一拍，而不是我主动性的上身体的防守去做超解。但是现在双方的分数35比28，松山高中暂时是7分的领先，还不算是被拉开，但也没有办法拉近。那在这几波的进攻来看一下东泰高中，这是一个小组的搭配，高枕和罗雄辉的搭配。另外这次的快攻，这是林进瑞。这2波的攻势是打的松山高中有点措手不及。如果能多运用到像刚刚这样子，吸引到防守者，然后创造出罗雄威的空档机会。因为罗雄威感觉起来，如果是有一些肢体接触或者是禁区人手比较多、防守员比较多的情况下，他在篮下的把握度也没有来得那么理想。但是你如果给他一点空档机会，他是能摆进的哦。因为身高优势就在这边嘛，那他基本上，你让他舒服的能去打板这个2分，基本上他拿到不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那就是其他的队伍、其他的队友要怎么样去创造罗雄威有更好的空档机会。因为我觉得，如果在单纯的让他篮下摆进比较简单的事情，总比他1对1单打来的简单。那我觉得就从最简单的给他机会，然后制造他自己的信心之后，我相信慢慢的他就会站到球队的应该主要得分的位置。我这边抄掉，邱继阳做一个变向来到篮筐，另外一边摆进。而且邱继阳感觉好像沉寂了很久。这球又抄掉，邱继阳连抄2球，是不是要换？前场的一个快攻打板放枪了，还是给到邱继阳分45度角，假动作先骗起来，后撤步外围的3分球出手，力道轻了。但虽然说罗雄威的命中率不太理想，或者队友没有办法帮罗雄威制造很好的空间，但罗雄威在场上的积极度是有的。对，所以我就说他很像苦攻型的球员哦。我只要抓好我的篮板，我只要上去做好我的 pick and roll 的位置啊，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可是相对的，你在球场上有可能在30分钟、在40分钟，甚至于打满了全场。可是你的作用应该教练团不希望只有这样。对。有的时候不是他没办法做到，而是可能团队运动你还是要大家互相帮忙。2次的发球有了，哇！板凳席的欢呼声啊，他自己都笑了，耶，投进了。板凳席最开心，他们一定知道这个数据的，对。第2罚，恢复正常，大家只有拍死。没关系，可是至少他进了1步了，而且有笑容了。对，就跟我们前几场说到查理的状况是一样的。没错，查杰外线的出手没有，罗雄威正抢篮板球没抢到，但第2拍进攻篮板，第3拍都是松山高中的进攻篮板，补进2分。这次进攻犯规，这次是掩护的进攻犯规，这是个人的第3犯了。第2节比赛还有不到3分钟的时间，6分的差距，其实还是很接近。马杰外线的出手，3分球去，这是一个空心球。权益给到邱继阳，再给权益单手空手的跑位，分出来，又是找到邱继阳急停跳投，稍微偏一点，罗雄威是完全被卡住了。而且是被查理，对，查理拼命的把罗雄威卡住，又是查杰，这次掩护没有挡到，查理要球说给我，哦，在篮下给另外一个，哇，已经是有人溜进去了。而且我觉得这是查理他一直在对不起，查杰在改变的地方。对，因为他以前基本上这种的位置就是我自己来了，对，比较不会去选择去送球给队友。但是这边转身是吃了一个火锅，查杰这次应该是自己来没有问题，但是没有摆进，防守球员已经是完全就定位了。再来看一下刚刚这一球。在空中看到空手跑位溜底线的刘廷欢，左边的切入，再分出来，外围的出手力道大了。松山高中这几波的进攻都得手的情况下，这2分再摆进。领先的分数持续的拉开到13分，感觉松山高中已经找到自己的进攻模式了，他就按照自己的节奏走。那反观东泰这边还在找寻他到底要打谁的那个状况。你看邱继阳今天其实一直都很客气，对，
而且这几波进攻感觉起来比较有这个绿色神盾的感觉，运用到防守在侧动一个反击。对。白棋2分之后，双方的分差是11分差。在第2节比赛，必须说东泰高中的这个犯规把控真的蛮好的，只有1次犯规而已。茶姐转身，单手一个抛投没有。何基阳，茶姐直接压上去，加强防守，2个人传出来，急停。底角空档的机会，外线出手，这是2分球。剩下1秒钟，茶姐，这球差一点点。上半场比赛打完，双方的比分44比35，松山高中暂时领先。我们稍微休息一下。2024年新复发登峰造极青年篮球邀请赛，今天来到了高中组的最后一天高中男生组季军战，松山高中对上东泰高中的比赛，在上半场比赛打完，双方比分只有9分的差距，44比35，松山高中暂时领先。那么在上半场比赛可以看得出来，松山高中还是打得非常的流畅。上半场比赛拿下最多分数的，和平常就比较不一样了。上半场拿最高分的是12分，刘廷宽拿下最高分数，而且刘廷宽还抓下了4个篮板球。所以就会变成说，他其实也可以做这件事，就跟我们那天讲到查理的状况是一样的。其实教练团都一定会希望每天都有创造不同的人出来，然后为球队进点。那反观东泰高中这边的邱继雅，感觉今天好像还在载浮载沉，还没有冒出来一样哦。
那我觉得今天东泰高中比较可惜是他的防守好像感觉没有像前面一样的喜欢上身体，然后再来没有办法去做点点开花的能力。没错，那么在上半场比赛啊，东泰高中确实是有修正昨天表现比较不好的罚球线的命中率高达了60%了，10投中6。那这是下半场必须要持续保持的，因为罚球是对方在送你站上罚球线，有机会让你来追分的机会，那你就必须要好好的把握住。好的，稍微再休息一下，下半场比赛马上回来。持续回到这场比赛，松山高中对东泰高中要来进入到下半场比赛了。那在上半场比赛，东泰高中的得分部分得到双位数分数的只有林敬瑞1人。那么在松山高中，则是有2名选手得分上双，分别是查杰跟刘廷宽的2名选手。 一波球权，松山高中，比一下，外围的传导给到查杰，再回来，外线直接拔起来投，刘成，这球没有投进，4个人之中抓下篮板球。刘廷宽还不是
还不算是高的。对啊，可是他很积极啊。对对，查杰外线的出手3分球局。下半场比赛，松山高中率先射进一记3分球。林金瑞，这个地板球再塞再回，可惜被点掉。查杰这边快速的推进，应该要自己来吧？自己来打板，哇！即便是空中对抗有受到影响，还是把球靠着打板放进。这就是查杰的得分能力。而且因为他的身体素质真的很好，而且手感也很好。即便是有碰撞，还是能维持一个稳定的出手。邱继阳找不到机会，传出来，进攻时间剩下3秒钟，必须要想办法出手了。再回邱继阳要拆炸弹，差一点点拆掉，但是篮下补没补进，好可惜啊！哦。马杰转身，急停的出手没有。就是要利用罗雄威，对，邱继阳被缠上，绿色神偷今天还没有什么偷，哇，好球！刘庭宽直接把这球盖了下来，进攻时间又剩3秒了。这边，哇，能德胜来挑战翻身跳投。哦，裁判老师吹犯规。大家都很疑惑。高林国柱教练这边是持续的叮咛场上的选手，对眼对到不一定要给。而且球塞进来，这林金瑞已经休息很久了。高枕打进2分。林金瑞其实是有得分能力的选手哦，其实应该可以尝试更大胆的出手。现在应该是换上一个3-2区域了。人缝之中，能德胜抓下篮板球。何继阳后撤步，这球力道稍微大了。查杰比较空档的机会，叶秀正外线出手力道轻了，但是自己拼抢篮板球打进2分。哇，这边坐不住了，坐不住了。东泰高中赶快喊出暂停，因为第3节比赛有一点点要被一波带走的趋势。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这场比赛。在这一波暂停，东泰高中的教练高林国柱教练非常的生气，因为基本上不可能被一波这样带走，因为基本上都已经来到最后 final 的阶段了，都是打5-5破可是我自己觉得啊，今天东泰高中不是很喜欢上身体。对。其实前面几天的比赛里面，东泰高中的防守以贴身和这种跟随性很强的为著名。这边松山高中加强防守的力度，塞进来找能德胜转身，哇，这就受到干扰。
这边是犯规。其实这一波打的也是有点跌跌撞撞，但是最后塞进去的位置哦，能德胜是卡到一个不错的位置。所以我就会觉得说，今天到底东泰高中怎么了？累了，想家了。来台北这么多天，他们应该是蛮习惯的啦。小朋友只要出来比赛都是开心兴奋的，对。职业倦怠是我们这种年纪才会有。能德胜的第二防，2罚中赢，赶快篮板球再救回来。还是东泰高中的球。而且林俊瑞在第1节的频频出手外，到第2节甚至现在来到了第3节哦，他都不太敢出手的感觉。对，而且就是出手欲望变弱了，感觉好像我又看不到这个人了啊，因为他本来就是应该是东泰高中最主要的得分能力的之一哦。没错。那今天邱金瑶的状况并不是很好，是因为刘承恩守他，甚至于在茶节守他，他们都是 U18的队伍的时候，我觉得都已经彼此熟悉彼此的状态了。林金瑞切入之后，再看到自己的切入对位已经有防守球员，选择分球。3.8秒，发进来，能德胜，哇，好球！另外能德胜从板凳出发，第3节上场，感觉起来他非常专注，对，而且感觉很积极，对，不管在得分或者是防守的篮板球上面，哇，而且防守的沟通也是非常的频繁，对，而且现在换到一个1-2-2的区域哦，外线直接拔起来投没有，又是自己，能德胜抓下篮板球。推的速度很快，这边是积极度的展现，高整2分放进。哎，被高金国柱教育之后哦，有把这神经绷紧了哦。在第3节比赛，如果不赶快绷紧神经，可能要绷紧的就是皮了。不会啊，哦，是吗？不会，我相信高金国柱教练是一个非常温柔的教练。哦，以我刚刚看不太出来，严格啦，严格。2个人的包夹，这球只能随手抛了，成功的防守。地板球给的很迅速，何继阳这球再回，再找到高整，能德胜下滑是一个空间，可惜没有传，还是找到能德胜单打，这球有一点打滑的情况下，能德胜摆进2分。我觉得高金国柱教育之后，我觉得东泰活过了。然后现在又换一个1-3-1的区域防守带兵，切入分出来，又是找到茶节，再次分打传侧边，塞进到禁区后仰，这球已经没有篮下的空间，但这一次赔上犯规比较可惜。不然这几波东泰的防守都是成功的。对，尤其在换到区域之后，而且他这个1-3-1区域带兵，他的中间那个位置，邱继阳是一直在做跑动的哦。犯规吹在林金瑞的身上，个人第2犯，这个犯规也只是东泰高中在第3节的第1次犯规。第2节跟第3节东泰高中的犯规次数都把控的蛮好的。对。可是他上半场基本上都是被动性的防守，对，所以他的犯规没有这么多，我觉得这是理所当然。对。那反观在这一节哦，在打了这2分多，他所有的东西已经找回他原本的球风，都是需要上身体比较强势、压迫性的防守。能德胜塞到禁区，罗雄威要来单打了吧？对，好球！有了。他要打出这样子的强势进攻性哦，不能只是沦为一个普通的苦攻球员。而且他马上怒吼。没错。而且今天罚球有罚进哦。对。你看加油团都开心的笑了哦。我觉得他必须做这样的事情，给自己一个很大的信心，因为毕竟
现在球场上就是他是一个比较高的。哇，力道稍微大了。没关系，我们当他是正常发挥，罚金赚到。陈彦宇。哎呦，这边传球发生了失误，地板球往前传，前面是一次快攻的机会，2分放进，这边松山高中要赶快喊出暂停。哇，这几波进攻，东泰高中在暂停过后打的是积极度拉上来，不管是进攻端、防守端，而且再配上罗雄威加上能得胜的这个积极度，让整个禁区的防守和进攻都找到了一些在松山高中没有办法应付的地方。我觉得就是东泰高中这样子的状况是他该有的态度跟体制上的原则点哦。没错，如果打得像上半场这种比较闷，对，比较闷，而且比较被动式的，感觉起来有点绅士哦，打得有点绑手绑脚的，这样子在下一个学年度的 HBL 赛季，那就可能成绩就不会太理想。但是去年毕竟东泰高中是攻进小巨蛋的，那连第2年。大家一定还是会很期待他是不是有办法继续维持这样子的表现。当然，不能在正中能得胜毕业安德胜毕业之后，你就没有了一个主力发挥，那成绩就往下掉，那就代表说，好像你真的只是靠那几个选手。可是你看今天的邱继阳啊，甚至林俊瑞哦，目前得分只来到了11分，就跟前面几场我们在看球赛其实是比较不同的地方。那我觉得前面东泰高中是打得比较闷哦，没有打出以往自己的球风方式。那反观在高金国度教练暂停之后，就换一个区域的阵容之后回来，又是令人家大改观哦。暂停过后，这次轮到松山高中，看看有没有办法做一些调整。整场比赛都维持领先优势的松山高中，这边先抛远边，防守跟上，这次也是守下来，但是进攻篮板还是在松山的手上。刘承恩从后面被偷到了，哇，绿色神偷被偷了，贾龙舟骗起来，第2拍，这次的防守做得很到位，而且陈玉宇的那个判断的火锅是非常漂亮的哦，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高枕他不上篮？我们在前2节也看到一个快攻，他也是停下来，而不是选择我就是冲浪。转身的跳投，总算是把这2分摆进。因为如果那个快攻上篮进的话，就是50比52，分数就拉了进2分，而不是现在产生的6分。能得胜个人单打的动作，哇！能得胜在前面几场比赛，尤其是昨天的比赛，其实没有什么上场空间，只有在最后比赛胜负已分的时候是替补上场。那今天展现出他的积极度以及他得分的手段，也许不像是罗雄威来的这么高，但是他有投射能力哦。哇，这球2分球进 N1。刘廷宽，刘廷宽的第16分，而且要来站上罚球线。而且罗雄威已经累积4犯了，所以高庭国中又要教育了他一下。其实关键还是前面的累积犯规速度太快。对，因为以第3节来说，罗雄威其实个人在这一节只有1次犯规而已。就是刚刚那一次，对，所以其实不算是太多，不是说单节累积太多，是反而是前面累积的速度太快了。进攻时间剩下4秒钟，左边转身，脚步，这是走步违例。转身的过程当中被防守球员干扰到，脚步就比较凌乱。在第3节比赛，东泰高中拿下最多分数的选手，反而是在这一节才替补上场的能得胜，拿下7分。远边 catch and shoot， 这一球没有。在东泰高中换了区域以后，你有没有发现，松山高中几乎都在投外围？对，
而且外围的命中率并没有到这么的理想。那所以这样子来讲，东泰高中这个防守的战术是执行的非常的好的。嗯，切入以后要再分，没有。刘庭宽，哇，这一支要到犯规 ，N1，开心的，他还在等。刘庭宽要来加罚，这个时候是高枕被换下去休息了。换上G5国军。刘庭宽今天得分，目前已经是20分。而且他今天跳出来了，而不是我们前几场以往看的，就是负责当苦工而已。那感觉松山高中这边应该也有所安排啊，今天让查理跟查杰的上场时间相对的少一些。这边又是一次的飞身上篮，柳成还是维持着非常好的上篮手感以及速度，差一点点滑进去。惨了！这边惨了。感觉起来是能德胜这边膝盖，对，而且是自己人撞到自己人，应该可能要。东泰高中在这一次登峰造极的比赛里面，其实受伤的状况蛮多的哦，在第一场比赛伤了3名，这边能德胜好像也是有不舒服。在篮球场上难免会有这种状况产生哦。能德胜说：“没事啊，没事，我喘口气而已，还不想下去了，因为在第3节能德胜的表现是非常的优秀，真的没下，真的没下。”心脏很大哎。一般来说，我们至少让他下去这一节，让他休息一下。就让防务员看一下。对，要再上都没关系啦。但是，所以高丁国柱的教练心脏很大哦。我这边用脚步偏开，小炮头没有，能德胜还可以跳，快进2分。他说没事就是没事啦。我感觉有事，因为他退后的时候脚一跛一跛的，尤其是到左脚的时候。对，而且他的表情就不是这么的 OK 啊。对，而且因为这一节只剩下大概40秒钟，其实下去休息也没差。对，换吧，不换。哇，真的不换。要换了，应该是要换了啦。不是不是换他。哇！林金瑞下去休息。哇，这个调度让大家蛮惊讶的。对。应该完秀了。剩下最后的6秒钟。切入以后挑篮没有。今天在邱继阳的得分能力上面，确实是受到松山高中的防守所压制。对，因为今天不是守他就是刘成，那前面查杰还下来的时候就是查杰在守他，然后不然就是一个防守强度比较高的在守他，所以我觉得他今天的进攻欲望也没有像前几场这么的强势哦。第3节比赛打完，双方10分差距，62-52，松山高中暂时领先。我们稍休息一下。
松山高中对上东泰高中的比赛要进入到第4节了。那目前为止，松山还是有10分的领先。第4节比赛，今天可以在松山高中看得出来，刘庭宽的表现确实是顶上了，让茶姐有更多休息的时间。对。我觉得东泰高中比较可惜，在第3节哦，你分数已经追到只剩2分差哦，可是却没有那个魁一直没有扳过去哦。对，这边马上也是加压的防守，强制限制了邱继阳的得分。任德胜做一个掩护，向华这边在地上抢成一团救回来，外线的出手没有。任德胜抓下篮板球，转身塞。茶姐真的是跟得很紧哎。对啊，我就说今天邱继阳比较难发挥，就是不是茶姐，不然就刘承恩，对，不然就是防守能力比较好的球员去守到邱继阳。而且今天茶姐在得分的能力上面比较没有展现的不是那么多，而且上场的时间稍微短一点，体力的保留更多。在防守端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刚刚守这一球，邱继阳跟随的速度真的是非常快，他基本上是可以全力去防守。所以说，你看高庭国真的也有想法哦。而且因为他们经过是 U18 的洗礼之后，其实我最近看的报道，基本上参加过这次 U18 的球员，其实回来回客的状况都是非常好的，没错。而且在这一次的登峰造极的比赛，其实他们的表现是非常的优异。没错。切入以后，急停的跳投力道还是大了一点。刘承恩45度角的外线出手没有？哇，又是刘庭宽哦。这边救回来，切入单手的抛投是抛在篮板侧边，这边是咬到犯规了。2个人包夹的防守，查理茶姐兄弟联手，但可惜是犯规收场。而且茶姐目前才第1次。茶姐在今天上场的时间不太多的情况下，确实在第4节应该是可以把他所有的电池都全部放上去用了，电量全部使用。地板球给的漂亮，这边打板 N1，哇！今天能得胜个人秀。而且东泰这边许恩祥不知道被谁撞到，一直在摸着他的肋骨。任德胜要来加罚，任德胜只是高1的选手而已哦，加罚也有3分打。而且他是从板凳出发，他目前得分已经来到了11分，12分加刚刚的罚球。刘劲松转身，刘庭宽给到底角，茶姐带一个横侧步3分球去，茶姐就不用强势去做类似突破的动作，反而是担任一个定点射手。哦，这边外线也想要来回敬一颗，没有。任德胜真的很拼。对。但这波球权来到松山的手上。刘承恩，这球被抄掉，先给到前面，跑在前面飞身上篮的是纪武博俊。哇，好球！他是没有想到自己会进球，然后拨到球，不然怎么一直在吐舌头？感觉好像蛮压抑，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
65比57。哦，这边发射失误，但是还好，查理救回来。切入的速度非常快，叶修正力量太大了。第2拍进攻篮板还好，刘成还是把这2分放进了，拿下10分。左边塞到禁区，再传吗？哦，有点感觉起来有点可惜。那传到外围，则是尝试看外线，伦德胜则是哇，吸球器不让了，没错。他应该是这场的吸球器哦。而且他的积极度哦，伦德胜目前来讲是对不起，东泰高中现在得分最高的球员。没错，一般球传，查理中距离跳投没有，反而是罗雄威打的绑手绑脚的。对，要球这边也要展现他的积极度吗？面对到查理要来单打，硬清出空间，打板有了，这样打就对了。对。如果你打的是5号位哦，你不能害怕身体接触，你更应该要去禁区里面做一些低位的动作，去做更强势的动作哦。因为基本上，我相信每一个教练都希望里应外合哦。里面当然就是中锋，外面就是刚才也是射手群的部分。这时候有时候又要套用到这灌篮高手的一句名言了，就是你高耸的身体啊，就是为此而存在。这是余柱说的。69比61，左边的切入找不到机会，分到底角，外线的出手还是没有。松山高中要把这一波稍微打慢一点点，然后把它稳稳打进。查杰后撤步外线的3分球，力道稍微轻了。今天到目前为止，整场比赛东泰高中的外线命中率非常的不理想，是3投中1啊，7%的命中率。这也是为什么一直追不上的原因。因为没有外，只有里。对，你拿2分，松山也拿2分，甚至有时候外线投进3分，就会被这样慢慢的拉开。因为目前松山，你说刘庭宽的22分是我们这几天播球比较少见的状况。你说刘成甚至于查杰，我们都知道他目前来讲就是松山高中主要的得分。那反观邱继阳这边，林敬瑞在前面的时候其实都有，可是反观在第2节、第3节的时候，好像就看不到他了。对。那熊德胜从板凳出发上来，其实他的表现，我觉得今天是非常的可圈可点。邱继阳 catch and shoot 还是没有篮下。罗雄威抓下篮板球以后，还是给到后续跟进的邱继阳，白进2分。这一波对东泰来说要守下来哦。刘成外线的出手冷箭来一发，又是被浇熄了一波。对，那以刚刚来说，东泰拿2分，松山拿3分，反而是被拉开1分的差距，这边差一点点没摆进。这时候场边有电视暂停出现，双方的比分72比63，稍微休息一下。松山高中对上东泰高中的比赛啊，这是在今年高中男生组的季军战。
这场比赛剩下最后的4分42秒。不过暂停过后，首先要站上罚球线的是邱继阳，第一罚有。2罚都进。今天在罚球线上面，东泰高中就有把该拿的分数都拿到。就这样也拿下15分。查杰跟侧边比一下，带步，找不太到机会。刘廷宽，这前传查杰这边界外。哇！右脚。对，陈教练一直跟他讲传中了。东泰要好好掌握这一次的进攻机会。邱继阳切入到禁区是遭到盖火锅，查杰已经跑在前面，飞身上篮，哇，制空能力真久，而且是一次 N1。他感觉是真的有点累。对，再来看一下。刚刚这一次的风阻好像有点打到他的身体的上半部。3分打，哇，这个3分打又让双方的分差拉开到2位数。东泰这边是启用大幅人员更换。对。哦，2号是高丁子权。高丁子权上来，对，外围直接又被封盖了。前面又是刘廷宽的快攻，飞身上篮2分摆进，被打到了。哇，又被打到，被邱继阳的手肘打到，马上跟他说不好意思哦，有没有怎样？阿杰控制下这个篮板球以后，决定把节奏打慢，因为他们现在12分领先哦，有这个本钱来消耗时间。刘承恩45度角，再给到查杰，塞进去，查理中距离跳投有了，查理个人攻下6分。刘继阳塞远边。外围，冠宇再溜下去。洪明山，哇，这球被点掉。洪明山是洪长青之哦，这边来一个火锅。哇，这边是邱继阳盖了一个火锅，也在旁边。这边这时候也是喊出暂停了。这几波的攻势，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在换上这一组比较年轻的阵容，应该东泰高中就是希望这些年轻的选手对累积一点经验值，那也是让他们在面对到这种高强度的比赛，看能打出什么样的风采。但是在这段期间，比较年轻的阵容并没有办法有效的将分数追进。对，甚至是几波的攻势都让松山高中抄到球，拿到了比较好的主动权。我觉得感觉就是换上去好像很紧张，没想到教练会换我上去那样子的思维哦。这场比赛剩下最后的2分46秒。那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稍后为大家带来的将是高中女生组的冠军战。冠军战是永仁高中要对上的是北一女中。暂停过后，看一下松山高中的进攻。塞到禁区这边，哇！但是这一次的封阻是赔上犯规。王君善站上罚球线。
发油。可是松山高中目前来讲，除了叶秀珍是比较有经验之外，其他他已经开始在走马换将，也是换上新生上来了。对。然后现在又把李品燕给换上了。哇，这边又是发生失误。田彦宇给远边，弱边的外线出手3分球距，他自己都在笑。叶秀珍，叶秀珍投进3分球。今天其实有蛮多次外线的尝试都没有命中，力道感觉起来都稍微轻了一点。一样也是后撤到外线的位置，投进3分球的是高丁子权。球发出来被点掉，是不是自己来的啊？邱继阳还是地板球塞进去，又是找到高丁子权外线的出手，这球就蛮偏的。最后的1分43秒。田彦宇带球过半场，赢球转身找篮筐，这球要打板没有，但是篮下第2波进攻篮板，哎呀，再放还是没有，连续放了2个 air ball。哦，但是这个回球又是发生失误。这场比赛剩下最后的1分03秒，基本上以两队在场上的阵容来看呢，基本上这场比赛的胜负应该已经是不太会有什么样的变动了。所以我觉得换上来的小朋友，你上来以后你就是放开的，对，因为基本上教练会相信你，希望你做很大的磨练，所以我觉得教练的容忍度会是比较高。那如果你放开打，你把握住这样子的时间，那你下一次的比赛，相对的你的时间就会变多了，而不是因为你紧张或你还没有准备好。要罚中一。现在看的就不是这场比赛的胜负，而是你这一波、下一波有没有做好。朱浩恩，哇，好球！哦，这次的切入就非常的果断。因为你现在也许是高一哦，都还是替补选手，但是未来这支球队也有可能是你的球队。当然。而且你看，现在不管在松山来讲也好，或者是东泰来讲，基本上都有是新生的，今年刚进来高一的选手，所以他的差距应该不会太多。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先做好自己该做的防守哦，然后教练给予我的责任在哪里，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而不是急着你想要进攻，或者是想要表现什么。会说让新生上来哦，主要就是要让这些选手出生之犊不畏虎，放胆去做，把平常你练习的、教练教你的，把它做出来。而且我觉得每一个时间点都不是所谓的垃圾时间。今天不管你只上了最后30秒，那也都是一个非常重要学习的经验哦。没错。当然，这也是取决于你球员自己本身看待的心态。你像高丁子权，他马上上来2个6分就放在那里哦，2个3分球。可是你看他的进攻端，甚至于他的防守端来讲，我相信他都做好很大的准备了。没错，哎呦，这边又是盖了一个火锅。对，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方式对他来说，下一场比赛又是一个更好的，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成长养分。没错。那么这场比赛最终就是以85比73
由松山高中取得了这场比赛胜利哦，也要恭喜松山高中在今年2024登峰造极青年篮球邀请赛拿下了季军的名次。那第4名就是东泰高中了。那在这次的赛事旅程，在这边画下一个句点啊。接下来下一次交手，应该他们双方就会是在 HBL 的赛场上来进行交手。那也让球迷朋友们相当期待哦，在接下来新的 HBL 赛季，他们会带来什么样的表现？那么在今天这场比赛啊，可以看得出来，虽然在松山高中主力选手连续征战之下，其实看得出来他们的体力真的是有一点点不够了。但是这也是其他平常如果没有上场时间那么多的选手一个非常好的表现机会。我觉得每个选手上去必须要掌握好，因为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如果你每天都准备好，我觉得对你来说，不管上去时间是多少，你都可以学习到很多的经验跟养分。没错，而且这就是我们常在讲的啦，就是选手的表现是要把握时机哦，机会来了你要掌握住，所以你随时随地都必须要准备好，而不是机会来了以后呢，你对自己没有信心。那当然别人就拿走了，对，就会被别人拿走了。所以这也是今天其实我们在东泰里面可以看到有几波的进攻上面，我们会注意到他在外围，即便是有空档机会出手的机会，但他都没有选择积极的出手，果断的出手。那这也是在学生的运动当中，学生篮球里面当中，他们必须要持续精进自己的一个地方。当然，你看，熊德胜他是从板凳出发，甚至于高丁子权来讲哦，我觉得这都是必须让他们很好的学习跟养分，而不是先发是最主要的，不然最佳第6人的名称怎么来的？没错，这说到能得胜，就是让人印象很深刻。今天的表现非常积极。好的，那在赛后访问的环节，我们要邀请到的是松山高中的刘庭宽来接受我们的赛后访问。OK， 庭宽。先跟观众朋友们问个好吧。大家好，我是松山高中2年级刘庭宽。哇，刘庭宽笑得很开心，今天表现很好，来跟我们聊一下今天的感觉。我觉得今天就是最后一天嘛，然后我觉得我们2个球队核心就是叉杰跟陈恩，他们好像应该脚也累了吧，跟前面大家都他们在扛，然后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没有像前几天那么的想要球权去进攻，所以我想说我就自己跳出来，然后帮球队得一点分担。所以在赛前没有特别设定说你要跳出来，但是你自己决定说你要来帮助球队。对，哇，那今天也是做得很好。其实我们刚刚跟教练都有提到，选手就是在球队需要你的时候，主力也许不那么稳定的时候，要有这个舍我其谁的心。我感觉起来你今天就有。对。那在今天这次比赛拿下了最后的这场比赛以后，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这一系列以来球队的表现，还有在新的赛季你们的目标？我觉得这个球季，我觉得其实我们有越来越进步，就是可能就是我们有先拉一点强度，然后所以就变得默契比较好，就是比以前的杯赛都还要好，所以我觉得我们是有一直在进步，然后可能还是有一些防守对第一线会被过，然后可能就是配合不好，所以有可能会输，就是比如说昨天光复，可能我觉得我前面这一场都没有跳出来，就是可能得分都比较少，因为教练要我的工作是帮助他们2个去分担一点得分的压力，但是我觉得我前几天可能都没有做得很好吧，我个人自己有点畏缩了，所以然后今天跳出来这样。好的，恭喜你们获得胜利，这场比赛也打得非常好，那也期待你新赛季的表现。好，谢谢。好的，那赛后访问环节结束之后稍作休息，下一场精彩的比赛马上开始。
什么时候换我上场？什么时候换我上场？无法试着自我向往，什么时候会？